至于现有理论认为，尽管大质量恒星有可能导致伽马射线暴，但并不是所有的恒星都会发生伽马射线暴，而是通常只有快速旋转的恒星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在恒星坍缩过程导致黑洞逐渐形成时，快速旋转会在整个恒星演化结束之前，在其周围形成一个吸积盘。这个吸积盘使得两股集中的物质喷流沿着黑洞的两极喷射而出，这些喷流将穿过正在坍缩的恒星，以强大的伽马射线脉冲形式进入太空中。至于旋转速度较慢的恒星，通常不会形成这样的圆盘，只是作为普通的超新星爆炸而已，所以就不存在伽马射线暴了。尽管沃拉140中的两颗恒星可能旋转得足够快，但没人能确定，只是其尘埃螺旋模型及其可能的相互作用暗示情况可能如此。当然，重点是早先的观测结果表明，该系统的旋转极几乎是直接对准我们，再加上该系统距离我们只有8400光年，而从银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距离并不算远，所以论文的作者才谨慎地提出沃拉104的伽马射线暴可能会对地球构成威胁。不过实际上咱们并不用去担心这个事。首先，沃拉星或其伴星在超新星之前经历伽马射线暴的概率非常小，这些事件通常出现在低金属星系中，而银河系并不属于此类。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排除超新星带来的危险，因为爆炸产生的大部分能量也会沿着恒星的两极传导。但后来的研究表明，恒星的旋转轴很可能相对于尘埃螺旋的平面倾斜约30到40度，因此即便沃拉104真的发生了伽马射线暴或超新星，它也不太可能直接撞击到我们。所以现在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只有天文学家了，因为他们需要对恒星和尘埃螺旋似乎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做出合理的解释。以上虽然说了很多沃拉星的信息，但似乎并没有涉及实质性的内容，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它们的内部结构，也不知道它们在演化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虽然这与获得有效数据的难度有关，但更大的问题其实是数据不足，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只发现了约700颗沃拉星，至于银河系预计总数应该不超过1000颗。罕见的原因则是与它们巨大的质量和极短的阶段有关。至于这其中仅有2颗可以用肉眼看到，不过咱们大多数人应该都没见过，因为它们都在南天星座中。这其中较亮的是位于船帆座的天射1，它也是南半球最亮的恒星之一，但实际上该系统至少有4颗恒星，其中一颗主星是沃拉星，但实际上这个系统的大部分亮度来自另一颗 O 型星，另一颗苍蝇座 Theta 则是一个3星系统，这里同样有着一颗 O 型星。实际上沃拉星经常与 O 型星成对出现，这是因为它们往往都诞生于密集的星团中，并且往往会形成双星系统。另外，我们在银河系外也发现了许多沃拉星候选者，甚至还有整个的沃拉星系。在这类星系中，沃拉星的光谱线主导了整个星系。另外，天文学家还在我们主要的星系邻居，包括仙女座、三角座和大麦哲伦星系中发现了约150到200颗沃拉星。这其中在大麦哲伦星系，也是本星系群中最活跃的恒星形成区域蜘蛛星云中，有一颗已知质量最大、光度第6的沃拉星 R136A1， 该天体的质量约为太阳的300倍，光度约太阳的470万倍。目前它每年损失约22个地球质量，或者说只需要5秒它就能释放出相当于太阳1整年的能量。至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是如何形成的，显然也需要一个解释。科学家普遍认为质量超过15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应该不会形成，这也是由爱丁顿极限导致的，因为超过这个临界值，辐射就会变得极强，会吹走注入的物质，阻止进一步生长。因此比这个质量更大的恒星被认为是由2颗大质量恒星合并而成的，而不是从气体云中直接形成的。没想到吧，恒星也可以合并。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从质量和光度上来说，唯独没有提到体积，因为虽然有很多红超巨星的体积比 O 型星大得多，但它们是质量通常只有太阳10几倍的虚胖，其巨大的体积来自于臃肿的外部大气和较低的表面温度，实际上其表面比太阳的温度还要低得多。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质量为王的宇宙中，沃拉星在各方面都比它们重要得多，因为无论是恒星、行星还是生命的诞生，都与它们的演化有着直接的关系。